嗨，我是 Stella。如果你的 Instagram 是公开的，相信你偶尔会收到来自某某品牌说，看过你的账号，觉得你很适合，你的照片很阳光，很好看之类的，邀请你来当品牌大使。我自己也收到过很多，但最近越来越多人被骗了。前几天又刚好收到来自 Kappa Crew 的泳装品牌诈骗来邀请我做业配，想说正好有实力就来说明一下。他们会用所谓的个人账号来密你，拙劣一点可能追踪数只有个位数，好一点的话可能200到500之间，假装像是一般人的账号一样。但不管怎样，他都会说这是他的个人小账而已，那他本身是行销经理或者是公关之类的，他们的官方账号是另外一个，那他就会欢迎你点进他们的官方账号来看看，那检查一下，追踪数是蛮多的。那发文中确实有品牌大使分享他们的产品，看起来就很像真的啊。他会主动跟你讲说你会获得什么样的好处，就像是 IG 的免费曝光，还有你终身都可以享用他们店的折扣等等这些。你唯一要做的呢，就是收到货以后用限时动态标记他们的品牌账号，或者是发贴文标记他们，这样就好了。这时候你可能就有一点点兴趣了，你就会继续询问下去，他这时候才会补充说要付一点点运费，数字不一定，我有看过7美的，也有看过17美的，但它的商品都超过运费价值的好几倍，可能100美起跳。这时候你可能觉得说，虽然运费有点贵，可是好像评估起来还算蛮划算的嘛。但以下就要举例几个点来识破他们的手法了。你可以请对方发商品的实体照，如果他回传是低画质或模糊的照片，不管他说什么理由，这都是有问题的。那刚刚那个运费请你负担这件事也非常有问题，因为一般来说就算是无酬互惠的话，也是对方公司会负责运费的部分。接下来这个我觉得也蛮重要的，但是也有一些细节需要注意，就是你要上网 Google 这个品牌，但不是 Google 到了这样就好了，你要看它的搜寻结果页是不是有占满整个第一页，因为通常追踪数这么大量的公司，它不可能不优化它的 SEO 的。那第4个，我又不是什么知名的 KOL， 找我做品牌大使真的是担当不起啊，效益也太低了。那如果真的付了运费，那之后会发生什么事呢？这类品牌大使的诈骗，以前呢他是不会寄出产品的，他就是要骗你那个运费，但是这个很容易告赢，他可能会损失更多，所以他渐渐的演化成你付了运费，他会出货没错，但他是出跟官网相似，但是却廉价非常多，品质差很多的产品，这就很难讲了。因为有些人可能会摸摸鼻子就算了，可是有些人他不觉得自己上当啊，因为我确实收到产品啦，之后也会照着他说的分享来当品牌大使。这也是为什么他的品牌贴文上面还是有人分享。那不知道你有没有遇过呢？就下方留言告诉我一下吧。另外，美国有非营利组织整理了诈骗地图，那在按赞、订阅、小铃铛之后，在留言处参阅吧。那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